洋洋搂住战印的脖子，脆声说道：“姨丈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”战印哦了一声，故作好奇地问洋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姨丈说。姨丈，我很快就要放寒假了。战印嗯着，是快要放寒假了，孩子们开始放寒假，离过年就不远了。1年的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放寒假我想去找龙庭玩，可以吗？洋洋期待地看着战印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。谁带你去？我想让小姨带我去。小姨说她做不了主，要征求姨丈的意思。姨丈可以吗？我想龙庭了，龙庭说他也会放寒假的。战印看向爱妻，海童笑着，他一放学就问我了。我说让他问你的意思。我想着那会儿我的肚子还不算大，陪他坐飞机出一趟远门也没事。真正到去风尘山庄时，她怀孕顶多4、5个月，并不影响她坐飞机出远门。要是怀孕7、8个月了，叫她出远门她都不敢，怕身体吃不消，也怕出意外。一个孕妇，一个小孩子，你们俩出门我不放心。战印温声说道，真想去。等洋洋放寒假，龙庭回到风尘山庄了，我送你们俩过去，然后我再回来。年底我也特别的忙，将老婆和外甥送到风尘山庄去，他也能安心工作，加班到深夜也没事。有穆情夫妻俩在，战印是很放心将老婆和外甥送到风尘山庄的。你实在没空的话，我叫上小飞和军武少一起，想必他们俩不会拒绝的。再带上2名保镖，保证我们俩平安到达风尘山庄。战印说到年底我是特别的忙，不过挤上2天时间送你们俩过去，我还是能挤出来的。洋洋，战印摸一下外甥的头，问道：你放寒假不去江城陪你妈妈吗？我妈妈说过年她会回来，我就不过去了，那边太冷了。说到江城的寒冷天气，洋洋还抖了抖，说到是真的很冷，我就去和龙庭玩一段时间，等我妈妈要回来过年了，我和小姨就回来。战印校内行，姨丈答应你的请求了，等你放寒假，确定龙庭回到了风尘山庄，姨丈就送你和小姨过去，在风尘山庄住上一段时间，待到你妈妈回来过年，姨丈就过去接你们俩回来。不过出门在外，你要听小姨的话，不准调皮乱闯祸。洋洋立即保证递到姨丈，我会很听小姨的话，不会乱闯祸的。你要是说到做不到，下次姨丈就不送你去风尘山庄玩了。洋洋赶紧和姨丈拉钩，保证自己会说到做到的。你和龙庭见了面，肯定会比试拳脚功夫，最近你可得加把劲，不求打赢龙庭，至少也要坚持2分钟。提到拳脚功夫，洋洋的小脸就红红的了，很不好意思地说到：姨丈，我都很认真很努力地练武了，但是跟龙庭比试，我还是轻易就输给了他。别说坚持2分钟了，都不用1分钟，他就会被龙庭放倒在地上。龙庭跟他一般的年纪，但是力气比他大。2个人比试时，龙庭抓住他，直接来一记过肩摔，他全被摔在地上，爬不起来，然后只能扯开喉咙放声大哭，好丢脸呀！没事，输的次数多了，脸皮练得厚了，就无所谓的了。战印一落，就遭到了他爱妻的轻拍。战印哈哈的笑，他说的是事实吗？龙庭天分好，几乎过目不忘，又有那么多厉害的师公，哪怕师傅不管他，有那么多师公管着他，他不仅读书好，功夫好，连学医也不会差。所谓的名师出高徒，洋洋也有比龙庭优秀的地方，但在学武这一方面，战印不是打击自家外甥，5个洋洋都抵不上一个龙庭。当初武馆的师傅也是这样说的，说洋洋就靠时间长了，能比普通人好一点，对付1、2个小混混是不成问题的，想练成什么高手那是不可能的。
不过他们当初送洋洋去学武，主要是想让洋洋强身健体，能有点自保能力的，并不指望洋洋能够成为武林高手。有你这样教孩子的吗？洋洋，别听你姨丈胡说，洋洋也很厉害的。你比不过龙婷，但跟你幼儿园的小朋友比，你就很厉害了。咱们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洋洋一下子就找回了自信。他说到我的同学们没有我力气大，他们也欺负不到我。在幼儿园里，小朋友们偶尔会发生点小矛盾，例如抢玩具，就没有人能抢走洋洋的玩具。有人比洋洋大1岁，抢玩具时想和洋洋打架，都是输给洋洋的。就是洋洋不用跟龙婷比的。龙婷这样的天才很少见，他不厉害，程医生也不会瞧中他当接班人。洋洋说道，我不和龙婷比试就行了，只要我不比试，我就不会输。战印笑道，对对对，咱们不跟龙婷比试，只要你不去比试，你永远不会输。想吃东西吗？自己去拿，架子上有很多你们姨甥俩喜欢吃的零食。战印放下了洋洋，让洋洋去放着零食的架子上拿吃的。支开了洋洋后，战印轻声问爱妻老婆，你有心事？刚才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？只能回家再说吗？我现在都心痒痒的，很想知道是什么事。海童附到他的耳边小声说道，我姐可能有情敌了。战印愣了一下，同样轻声问，姐有情敌？谁跟他抢东明？我跟东明做了10几年的兄弟朋友，都不知道他身边有过女朋友。姐是他第一个真心喜欢的女人，图钱的陆东明不会要，图他这个人的他都不相信，因为他破了相。多少人看到他脸上那条刀疤都害怕，除非跟陆东明相处了很长时间，慢慢爱上他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对东明哥有想法。哪个女人？说了你可能也没有印象。张总。张总。战印想了好一会儿，的确没有印象。男性张总他就记得好几个，女性张总他不知道是谁，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他向来不关注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。战印的表情就告诉了海童，他对张总一点印象都没有。都说了你也没有印象的。海童小声说道，洋洋过来了，回家后再说，我晚上还得和我姐聊聊，提醒提醒她。姐姐现在常驻江城，陆东明又腿脚不便，2个人见面的次数少了，就算一天通800次电话，也算是异地恋，感情很容易被冲淡。这个时候陆东明身边出现一个女人，对他照顾有加，体贴入微，在生意上还能帮到他，难保他不会变心。战印替好友说话，东明不会变心的。你对他没有我那么了解，我跟他认识10几20年了，多年的好哥们好兄弟。他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，他爱上了就是一生一世，因为他对待感情特别认真，所以他不敢轻易动情，就怕自己爱错了人，落得一身伤。那个什么张总，他肯定没感觉，他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你姐。看到洋洋拿了零食过来，战印也打住，不再说下去，免得洋洋听到了。小家伙是年纪小，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但是他能听懂有人跟他妈妈抢陆叔叔的话。现在张总也没有向陆东明表白，不过是海童敏感了一点，认为张总对陆东明有想法而已。在没有确定的事情面前，为了陆东明和张总的声誉，夫妻俩可以私底下聊聊，但不能往外说，免得成了造谣之人。小姨，这是给你的。洋洋拿了自己喜欢吃的零食，也给海童拿了2样。一丈办公室里的小零食架子，摆放着的零食都是他和小姨爱吃的，他喜欢来一丈这里玩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有吃有喝。一丈又很宠他，不会嫌他吵，他还可以到外面去和秘书叔叔玩。海童接过外甥递来的零食，笑着道谢，老公，
你快下班了吧？战印说到想走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走。姨丈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好吗？已经吃着零食的洋洋说了句。海童轻捏一下他的小脸，说到满嘴塞着零食，手上还拿着几包，还饿。我又吃不多，妈妈说零食不能多吃，会影响正餐，说小朋友要吃正餐，才能长得高高大大的。我要比龙婷高大，等会儿我要多吃饭。洋洋觉得论武功，他比不过龙婷；论记忆力，他也不如龙婷。也就是身高，他似乎比龙婷高一点点。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，谁知道龙婷现在是否比他高了？所以他要多吃饭，长高高的。海童笑着从他手里拿走未开袋的零食，放在茶几上，别吃那么多，就你手上这包吃完可以了。你妈妈说的对，小朋友吃太多零食就不想吃饭，让他拿着路上吃。战印就要拿起来，被老婆看着，他又缩回了手，摸了摸洋洋的头，说道：洋洋，还是听你小姨的，等会儿吃过了饭，你和小姨回家，家里也有很多你喜欢吃的零食。姨丈，你很怕我小姨？对，姨丈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你小姨，所以你小姨说了算。战大少爷一点也不避讳自己怕老婆，他就是怕老婆，怎么了？好歹他有个老婆让他怕一怕，多少单身汉连女朋友都没有的，想成为妻管严都没有机会呢。洋洋张张嘴无话可说，想指望姨丈帮着他那是不可能的。姨丈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家吗？洋洋很自然地换了话题。战印拿过他的小书包，然后抱着他起身，说到姨丈晚上还要应酬，陪你们吃过饭就让保镖叔叔送你们回家，姨丈要晚一点才能回去。洋洋抿抿小嘴不说话了，大人们都很忙，不高兴呀。战印亲了亲他的小脸，笑到周末姨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我没有不高兴，姨丈很忙，要赚钱给小弟弟买奶粉。好呀，周末姨丈放假了，带我去儿童游乐园玩。战印宠溺的倒好，周末你想去哪里玩，姨丈都带你去，也陪陪你小姨。平时夫妻俩各自上班，各自忙碌，唯一能坚持的也就是中午晚饭能够一起吃。几乎每天下午，海童去接到洋洋了，会带着洋洋来公司找他，就是这点时间能相处相处。但夫妻俩想说悄悄话，就要等到晚上了。如果他忙到深夜才归，海童已经睡着，连话都说不上，别说悄悄话了。有时候海童会等他回家，考虑到他怀着身孕还在坚持上班，又要照顾着洋洋，会很累。战印一般都不让他等自己回家，或者他早点回家，不想让他等太久。姨丈，你真好。小姨不好了？海童故意逗着他。洋洋甜甜的道：我小姨是天底下最好的小姨，我最喜欢妈妈和小姨了。姨丈，小弟弟出生后，你还会和现在一样喜欢我吗？洋洋忽然问着。我大姑姑说，小姨有了小弟弟后，就不会喜欢我的了，说我该和他更亲近一点，说什么直是最亲的。海童脸一黑，很想骂一顿周红英，老是在洋洋面前胡说八道，吓唬洋洋，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周红英那种人呀，除非死了重新投胎，否则都改不了他爱胡说八道、爱造谣的性格。一般来说，姑侄是很亲，但你这个大姑姑对你是一般般。洋洋不用听他胡说八道，就算小姨有了小弟弟，洋洋依旧是小姨最疼爱的外甥。洋洋说道：我不相信大姑姑说的话，我也说了，小姨会一直喜欢我的，姨丈也是，反正他不喜欢爷爷奶奶、姑姑，还有那些表哥表姐。爸爸嘛，他是谈不上多喜欢，但也没有多讨厌，这可能是父子血缘关系的原因吧。哪怕周红林也喜欢在洋洋面前说陆东明的坏话，让洋洋很不爽，
不过小家伙是明白的，那个是他的爸爸，亲爸爸。周红林也支付了抚养费。妈妈说他和爸爸分开，那是大人的事，并不影响他和爸爸的关系。爸爸养了他小，他以后长大了还是要养爸爸老的。就是洋洋不要听你大姑姑的话，还有你爷爷奶奶的话你也少听。你爸爸要是说你妈妈和陆叔叔的坏话，你也不要听，他们就是嫉妒的心理。小姨，我知道的，他们以为我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我都懂的。洋洋心似明镜，谁对他是真好，他知道谁是虚情假意的，他也知道，只是他还小，很多事情无法表达出来而已。海童摸了摸外甥的头，真要跟姐姐说说，少让洋洋接触周家人，那一家子都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他曾经就回了周红英的小儿子，以为周红英会因此改变。姐姐还没有和陆东明在一起的时候，周红英对姐妹俩的态度是好了很多，更是反过来对付叶佳妮。现在吗？周红英还是以前那个周红英。进了电梯，战印便放下了洋洋。洋洋一边手拉住小姨的手，一边手拉住战印的手。他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他的身边，但他有一仗和小姨也是很幸福的，没有一点留守儿童的感觉。老六怎么样了？应聘上了吗？海童问着丈夫。战印说道：还没有呢，说明天下午才复试，不过是招个厨师。欧阳家弄得阵仗，如同在招驸马似的，嘴巴挑的人更看重厨师，人家也有那个条件挑选。海童笑道：老六见过了欧阳大小姐吗？有没有偷拍到相片？我只看到他发了他的宿舍在群里，自己住1室1厅的房子，大概有70平方大，我觉得很好了。欧阳家的财力可见雄厚。没见着，欧阳家现在是欧阳雅当家，当家人都忙。海童理解的，像她的丈夫也是忙得很，是娶了她后为了顾及她的心情，陪伴她，她才减少了应酬，晚上会早回。刚认识她那会儿，她天天都是深夜才归，每一分每一秒对她来说都是钱，不仅要打理公司的事，偶尔还要管一管弟弟们。还好，不管是他的亲弟弟还是堂弟，对他这个长兄都非常尊敬。有那么好的兄弟，战印这个当家人累一点也是值得的。那宿舍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大了。老六住惯了大房子，战印没有再说下去。弟弟习不习惯，那是弟弟的事。老六既然选择了去欧阳家当厨师，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。毕竟他是去当厨师的，又不是去当大少爷的，他也能适应的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补充了一句：他们都被奶奶扔到荒岛求生过，在最恶劣的环境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。给欧阳家当厨师，生活环境比荒岛好太多了。不说弟弟就是他，给他2天时间他就能适应过来。奶奶常说花无百日红，谁能保证战家能够一直富贵下去？万一遇到了金融风暴，一不小心便万劫不复，倾家荡产。他们有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经验，就算以后战家真破了产，以他们自身的本事、坚强的性格，也能活下去。人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，才能东山再起。战印接管家族事业后，也理解了奶奶培养他们的一番苦心。他打理公司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战氏集团会败在他手上。还好，目前来说，战氏集团蒸蒸日上，如日中天，战家的财富更上一层楼，在他手里应该不会败。下一代吗？等他的长子出生了，奶奶身体还行，就将他的长子交给奶奶培养。他相信奶奶能培养好曾孙子的。老太太隔辈亲，我只会宠着我的曾孙。电梯下到1楼，战印再次抱起了洋洋，让他自己走。海童说道：你太宠着他了。洋洋搂抱着一丈的脖子，
奶声奶气的道姨丈最喜欢我了，小姨就是羡慕我。海童失笑的轻捏一下他的小脸，是，你姨丈最宠你了，谁不宠着你？不管是战家长辈还是商家的人，亦或是陆家的人，都宠着这个小家伙。也就是他和姐姐对洋洋管教的严一点，免得他被宠坏了。战印冷冰冰的，但宠孩子也是真的宠。等他肚里的孩子出生后，还不知道战印宠成什么样呢。洋洋说是小弟弟，婆家虽说希望他生个闺女，是儿子的话同样欢喜，毕竟是孙辈的第一人。夫妻俩习惯去管城大酒店吃饭，战印早就提前安排去了酒店，不用等太久，服务员便开始上菜。洋洋还小，自己吃饭经常吃的米粒掉满桌，有时候他还要大人喂，自己吃不了2口，他就将小碗往海童面前一推，小姨，你喂我吃。海童说他先自己吃，等小姨吃饱了再喂你。我自己吃很慢，也吃不完。小姨，你喂我，我要小姨喂我，我就要小姨喂我。海童看他，静静地看着。洋洋看着小姨，又看看姨丈。战印还在看姨甥俩表演的，在洋洋看他时，他连忙夹了1筷子的菜，然后优雅地吃着，装着没看到似的。姨丈最怕小姨，他指望姨丈帮他是不可能的了。洋洋很识趣地拉回了自己的小碗，老实的道我自己吃。海童给他夹了点菜，放进他的碗里，谢谢小姨，慢慢吃。他又给他夹了点青菜。洋洋嫌弃的道小姨，我不要青菜，青菜不好吃，不好吃也要吃点，小朋友不能挑食。洋洋又看向姨丈，姨丈依旧装着没看到没听见的样子。他嘟了嘟嘴，小声嘀咕着，就是妈妈和小姨才要我吃青菜，其他人都不会要求他吃青菜，他不喜欢吃就不用他吃，就吃一点，小姨不要再加青菜给我，我要吃龙虾肉。洋洋妥协了，谁叫姨丈怕小姨呢，不给他撑腰，他只能吃点他不喜欢吃的青菜。以后他长大了绝对不怕老婆，先把你碗里的菜吃完，也要吃点饭，不能光吃菜。洋洋抿抿嘴，然后老老实实的扒饭吃，边吃边看着姨丈，眼神是鄙夷的。姨丈在外面威风凛凛的，去哪里都有保镖叔叔跟着，走出皇帝的架势来。结果在小姨面前一点也不威风。饭后，战印让保镖送姨甥俩回家，他则继续忙他的工作。回到家里，洋洋练了一下琴，便去画画。海童则坐在沙发上翻看着一本珠宝杂志，他们计划投资珠宝行业。穆晴也投资珠宝行业，早已开始盈利。他的珠宝大部分都是他亲妈帮他设计的。海童不会设计珠宝，不过商小飞会。商小飞说他以前就想过自己设计珠宝，然后开家珠宝店的，只是以前的他忙着追求战印，没有花心思在赚钱上，加上他在家里最受宠，父母兄嫂宠着他，他从不缺钱花，每个月仅是家人给他的零花钱，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后来海童投资蔬菜公司，商小飞便暂时将珠宝生意搁下了。如今他们赚到钱了，也想投资一下其他项目，商小飞便又瞄准了珠宝生意。女性对珠宝的喜爱永远都不会过时，只要他们的珠宝设计得好，不卖假货，真材实料的，想来生意不会差。来电铃声响起来，海童合上了杂志，拿起手机看了来电显示是姐姐，他连忙接听。姐，你忙完了？谈妥了那单生意，明天签合同，刚请他们吃了饭，现在我回了公司，有点时间了，就给你电话。海童颇是心疼地道，姐，你别太累，要注意休息。姐知道的，一般晚上10点半过后，姐就会回去休息，身体好才是革命的本钱。
海玲是很想马上将生意做起来，做大，但也不能熬坏了身体。儿子还很小呢，他不能有任何事。姐尽量在晚上11点半之前休息，别熬太多夜，生意谈妥了就好。恭喜姐又谈成了一单生意。海玲笑，这单不算大生意，不过公司刚成立，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生意，能签下来就好。现在是小生意，以后就会变成大生意的。凤晴跟我抢生意呢，应该说是我跟凤晴抢生意，因为她新成立的公司涉及到的行业是针对凤氏集团的，所以抢生意。海彤给姐姐打气，凤晴回来的时间并不长，她也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，其实并没有比姐好多少。姐加油，你肯定能抢过她的。海玲笑道，我很欣赏凤晴，若是没有先辈的仇怨在，我想我们能成为好友的。哦，他是我们的长辈呢。海彤默了默后说道，与他，我们可能真的会是敌对关系，除非他放弃了凤氏，脱离了凤氏。他对凤晴的印象也很好，凤晴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不假，但凤晴的三观、为人处事都跟凤家主不一样。只是凤晴毕竟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上一任家主是被凤家主害死的话，就注定了海彤等人和凤晴将会是敌对关系。海玲短暂间沉默后便问，洋洋呢？在画画，回来后练了琴，现在在画画。幼儿园没有布置作业。海彤笑道，他现在有什么作业？有作业也不用1分钟就能完成，不过是拿支笔圈一圈，划条线就行。他现在这个年纪，在幼儿园里是以玩乐为主的。洋洋要写字是他们布置给洋洋的任务。虽说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都在玩乐，但是进入管城最贵最好的幼儿园，那些小朋友家里非富即贵，很多以后会是家族继承人，家里都会另外给他们请1对1的家教。洋洋的同班同学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认识很多字的了，年纪小小却已多才多艺。海彤不想让外甥输在起跑线上，自然也给洋洋布置一些任务，写描红本，学琴棋诗画。洋洋对那些也有兴趣，小家伙颇有艺术细胞，画得挺漂亮的。他的美术老师说他胆子还很大，追求的是创新。要叫洋洋来听电话吗？海玲说到等会儿再叫他来听电话。彤彤，傍晚你是不是有事找我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提醒一下姐姐，看好东明哥，别被其他人抢走了。我接到洋洋后，就带着洋洋去了陆氏集团。洋洋每天放学回来，都喜欢去陆氏集团转一圈的。东明哥说他要去战氏集团，跟战印谈一个项目，所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战氏集团。出门时遇到了张总，张总亡夫去世多年，她接管了丈夫的所有生意，也有一个儿子，儿子现在大概8、9岁左右吧。张总结婚有点早，现在的年纪也不算大，顶多就比姐姐大个2、3岁。我留意到张总看东明哥的眼神是有光的，不一样的，他可能喜欢东明哥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猜测，也有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。姐姐现在不在管城、江城那边的事，姐姐也走不开，我就担心万一张总真的喜欢东明哥，姐又不在，东明哥让人抢走了怎么办？海彤很担心姐姐的幸福会被别人抢走或者破坏。姐姐很不容易，第1段婚姻以离婚收场，好不容易姐姐才愿意再嫁。陆东明也是个值得姐姐托付终生的男人，他对洋洋也是极好，视若亲生。将姐姐母子俩交到陆东明手里，海彤很放心。海玲有点意外，没想到妹妹找她是说这种事情。她说到东明的家世背景，他的个人财富资产足够傲人，会有人喜欢他，一点也不意外。不过我相信东明，他不会背叛我。海玲自信的道，若是他会被人抢走，
那也不是我的真爱，放手也罢。姐本来就不想再嫁的，是东明让我有了再嫁的念头。如果陆东明真的被别人抢走，那他就不想再嫁了。连陆东明都信不过，他还能信谁？上一段婚姻带给他的伤痛依旧存在，本就是陆东明的深情感动了他，让他愿意再试一次婚姻。所以陆东明若不娶她，她也不会再嫁人，自己挣钱养大儿子，培养好儿子，以后儿子娶妻生子了，他就可以退下来，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处旅游，欣赏各地的名胜古迹，品尝各处的美食。我相信东明哥不会喜欢张总的，东明哥的眼里只有姐姐。海玲笑道，所以你不用替姐担心，真有个情敌，对我对东明来说也是一个考验。彤彤，你也不用刻意去帮姐盯着，顺其自然。若张总能拿下东明，我无话可说，他拿不下来，说不定会来找我。他有应付情敌的经验，还没有和周红林离婚时，周红林和叶佳妮在一起，他不也没有输过。离婚是他先提出来的，他眼里容不了一粒沙。周红林既然眼里无他，对他抠门得很，对小三却很大方，他成全他们。离婚也不见得就不好，他现在不也生活得很好？虽说有妹妹的帮忙，就算没有妹妹的帮忙，他也能熬过离婚时的那段苦日子。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，海玲早就清醒过来，女人呀，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都要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，不要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男人的身上，也不要只顾着家庭，失去了自我，与社会脱节。那样的话，一旦离婚，女人就处于了劣势，连争孩子的抚养权都没有优势。爱情已经不是海玲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，事业、亲情才是她余生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不会去做什么，就留意一下张总了，总要知道他的行动，免得他突然去找姐，杀了姐姐一个措手不及。优秀的男人总是很多人喜欢的。海童说了句，随即又说到同样的，我们优秀的女同胞也有很多男性喜欢的，姐不也有其他追求者，只是人家还没有开始，就被东明哥扼杀在摇篮里了。他是遇到过追求者，不用陆东明出手，他也拒绝了对方。那时候他没有改变主意，不想再嫁，与陆东明拉扯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也是感动他的深情，他的执着，才想着再给彼此一个机会，相信陆东明不会让他失望的。我叫洋洋来听电话。海童将手机从耳边移开，就叫喊着外甥洋洋，妈妈打电话回来了，你要和妈妈通电话吗？要。洋洋立即应着，很快就跑过来。海童将手机递给他，并将他抱了起来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听电话。母子俩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，才结束通话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，还没有上颜色。海童手机揣回裤兜里，起身说道：“拿来让小姨看看。”洋洋拿来了自己的新画作，交给海童。海童接过来看，画的是一只猫。洋洋很喜欢小动物，以前战印送给他的宠物，被梁姨养得胖乎乎的，却深得洋洋的喜爱。可能是天天能见到胖猫吧。洋洋画的小猫咪画的还真不错，他也就是年纪小点，再大几岁，学画的时间也长了，他的画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他喜欢上兴趣特长课。这是小姨的胖猫，海童的宠物猫有名字，不过现在大家都叫它们胖猫了。海童都叫梁姨别喂太多，让它们减肥，动物和人一样的，太肥了身体容易出现各种问题。下次画小姨的胖狗。洋洋点头，小姨的狗狗已经瘦下来了，不像以前那么胖，胖猫还是有点胖。梁姨控制了宠物们的饮食，但是胖猫会去偷吃。咱们出去走走，顺便去看看瘦下来的胖狗。海童放下了外甥的画作，带着洋洋出去散步。
占印的私人大别墅很大，就是在院子里闲逛也能逛上很久。洋洋经常过来，加上海童又怀孕了，占印还在院子里腾了地方出来，改成了儿童游乐园，比不得山庄里的游乐园大。不过只有1-2个小朋友的话也够玩了。姨甥俩一出屋，胖狗就向他们跑过来。洋洋甩开了小姨的手，跑向胖狗，一人一狗，很快就滚成一团。洋洋还坐在胖狗的身上，把胖狗当马来骑，胖狗任由他坐着，不过不走动，他怕洋洋会摔下来，所以只让洋洋坐在他的背上，就是不行走。海童含笑看着这一幕，他的手忍不住落在自己的腹部。小宝宝健康成长，明年就能出生跟他们见面了。宝宝，你要像哥哥那样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，千万别继承你爸爸冷冰冰的脾性。你爸爸也就是和妈妈才多话题，跟别人经常惜字如金的。他希望孩子的性格随他，模样随占印。男孩子们像占印才有男子气概，况且占印也很帅，孩子像他丑不了。晚上9点，张总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，他一家子都住在一栋大别墅里。丈夫走后，这个家显得很冷清。她在外面劳碌一天，回到家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以前她总是等着丈夫回来，不管多晚，她都要等着，知道丈夫工作忙，早出晚归的。她要是不等着，有时候1个月都无法在清醒时见丈夫一面。往往是丈夫深夜归来，她已睡，早上她还没有醒来，她又去上班了。她接管了丈夫的生意后，才知道做生意的艰难，理解了丈夫活着时的劳碌。由于儿子还小，她就算再忙，在晚上9点左右都会回家。儿子已经没有了爸爸，她这个当妈的不能忽略了儿子，要给儿子双倍的关爱。车子驶进了院子里，屋里就奔出一道小身影，是张总的儿子。妈妈，8、9岁的孩子有点瘦小，家里的伙食很好，但是孩子挑食，吃的不多，所以有点瘦小。张总心疼得很，也着急，担心儿子挑食会营养不良，成年了都会身材矮小。公婆安慰她说，她丈夫小时候也是这样，上到初中了，开始长身体发育了，胃口变大，也没那么挑食了，身高体重都跟着疯长。他亡夫身高1.8米，有了公婆的安慰，张总略放点心。他也带儿子去做过检查，孩子是瘦了点儿，体检除了体重偏瘦之外，其他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。张总能放心不少，可能儿子随了丈夫吧，小时候都是瘦瘦小小，挑食，进入青春期后就会疯长。